欢迎收听秘密小声讲。大家好，我是泌尿科杨佩珊医师。我今天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了我生命中的贵人谢昌之医师。学长好。大家好，非常好，我是王家伟妇产科的谢昌之医师。今天也很荣幸，我这个小学妹呢，竟然邀请我参加这个 podcast 的录制。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事情。真的吗？你把你的第一次录音给我。谢谢。谢谢学长。学长他是其实我之前的 podcast 我也有分享过，我有讲了我的求子的路程，然后我其实在找到学长之前，我看了很多家知名的不孕症的诊所，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真的投缘的一个医师，直到我遇到了谢医师。那学长那个时候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还记得吗？老实说，我只觉得他是医生，他还是泌尿科医生。是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个想说，我可以立志，我就是看起来不要像我的职业的。对，因为我听到你是泌尿科医师，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回归到30年前。怎样？那时候，当时我还在医学院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有一个学姐，然后大概张美玉对张医师，对那个年代呢，她号称是全台湾的第一个女的泌尿科医师。那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时候还有泌尿科女医师啊？有啊，越来越多。对，后来你跟我讲了以后，你还跟我说台湾有现在50几位了。对我是第20出头位。对，我的印象就是还有这么多女泌尿科医生啊！现在越来越多。对。但是我们转念一想有这么多男的妇产科医师，是不是？对，所以我第一个印象只觉得这个是很少见的。对，那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学长我在诊间外面等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王家卫诊所的话，我在外面等做超音波，那就是学长帮我做超音波的。那时候我就是在查，就是每一位医师的资历。那我发现说，原来学长跟我一样，他是我高一的学长，对，而且他也在长庚 training， 所以跟我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就跟学长特别的有缘分。然后我们一聊就又聊到以前 training 啊，学校的事情。那通常我们高一毕业的我们都有一个习惯，你哪一届 ？M 多少？对，这一问就又更亲切了。是啊，那你愿意透露你是 M 多少的吗？我是 M81，我是 M92。这样子一算就知道差了9年。对，可是其实9年没有差很多。对。当然啦，如果以当医生的生命历程来说的话，差不多啦。这都在同一个 decade 里面，还是在同一个10年里面。通常我们在各种医学会场合啦，或者是只要一群医师在，只要听到你是高一毕业的，大家都会顺便问你哪一届的。对，都是这样。一问，这个整个距离就拉近了，然后就瞬间就变成学长姐、学弟妹了。希望你看了那么多的病人，如果你的病人他也是医师的话，那你会有特别的说法或想法吗？会。如果我看到医生的话，尤其是女医师啊，我就是会更加倾向于把我自己的这种生命的经历投射到患者身上。那个时候一瞬间他就会变成好像不是患者了，真的变成是我的弟妹，真的我的家人那种感觉。真的，学长他开始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还有他也就是在这条路上。不孕的这条路上的故事的时候，其实那个距离马上缩近，完全没有了距离。而且我跟学长，我觉得他可以同情我在走的这条路，然后他也知道女生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让我就之后我就是都给谢医师了。然后我第2胎当然完全没有一念，就是决定一定要再给谢医师做。其实这个也要讲我们也不是学校一毕业就是这样的人啦。那大概在20几岁的时候
老实讲，我现在讲起来，我都必须要说，大家要原谅我。我怎么20几岁了？怎么样？我20几岁的时候有非常坏的念头。啊？什么样的念头是坏念头？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25、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大医院当实习医师。对。那个时候我们当实习医师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很专心、很认真在工作，然后在学习。但是我们那时候在台大医院有来自每个医学院的医学生嘛，那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在接受这个实习医师的训练。那偏偏就是有一个女同学，她因为可能是比较早，她年纪比我们大个几岁，是，然后她就结婚了，然后她当然就怀孕啦。对。那当时她不是我的同校的同学，她是别的学校的。是。那当时她的同学们跟她同一组的同学们都事先有跟她沟通过，说希望呢她在实习的这1年啊，看看能不能先怀孕，先缓一缓，然后缓一缓，然后以免说啊我们值班工作的时候啊，她如果怀孕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工作分配。结果没想到那个女同学她真的在当实习医师的那1年她怀孕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排班是怎么排的？怎么排？就比方说你先到骨科，对，或者是外科，你到了那个科，3个intern一组。那一个人10班。是，对，我那时候也都是10班。那当有一个同学怀孕的时候，然后她又去生小孩，又请产假的时候，那另外那2个人就变成15班了。哇！那你知道吗？值15班是什么感觉？是无眉无眼的，对，没有错。然后暗无天日。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们都很年轻啊，对，大家如果聚在一起的时候啊，都是一直在骂那个intern。我必须说，我们那个年代的真的只是小孩子，我们一点都不懂得怀孕的辛苦。对，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是我后来我自己回好了，我对这段历史，我对于这个同学，我非常的愧疚。对，所以其实只不过是值班而已嘛，只不过值几个月而已嘛。对，我们真的是不应该这样。我觉得学长他第一次跟我讲这个故事，他讲这个故事是很真实的，因为他也承认了他之前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他那时候以一个男生20几岁的男生，他真的不懂那个怀孕的不舒服，然后大家真的也只会想着说，大家 loading， 她怀孕是她家的事情，可是 loading 是我要值的那个值班啊，工作是我要扛的。那我觉得学长你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因为这个套用在每一个工作场合，对，没有错。还有一个我有另外一个学妹，她也是非常优秀。然后她那时候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啊，她结婚了。对。那当然结婚了以后，过了1、2年，她当然很顺利的就怀孕了啊。她怀孕了以后，那当然接下来的工作啊、分配啊、值班啊，要稍微调整啊。调整到后来啊，那我们的一个长官。就在私底下就对着那个人很直白的，在一个私底下的公开场合开会的时候呢，私底下的公开场合，对，就直接跟我那个学姐说，他说什么？你其实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怀孕的。如果你想要怀孕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来我这个地方接受我的专科训练。你等一下写名字给我。可以吗？这个话可以吗？这个不能告诉你。他姓什么就好了，可以吗？不行。不能告诉你。对，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想这些事情啦，真的很不应该。对，真的，对，以前在我们的年代那时候女医师啊，你如果想要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然后非常在你的领域都表现得非常专业、非常专精的话，你必须要牺牲。真的，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老师们还有要求说，对，可能就是结了婚以后5年不怀孕，对，才能够完成，对，没错，应该有的训练，没错，对。学长讲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且都是血淋淋的例子。我自己我也可以分享。但是，你说。但是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都已经几岁了？都已经26、7岁了。然后你再经过5、6年的训练，6年的训练，然后那时候你已经32、3岁了。是。如果你很顺利的怀孕的话，你已经是高龄产妇了。没错。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很多的女医师，
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其实都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啊。这我们就不要再讲这个细节了。当然，你知道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你确定你要走外科？我说我都已经 R4了，你还要我怎样？他说，你如果要走外科的女生有3种下场。你有听说过吗？差不多。好，一个不用讲，我也知道。不结婚，一个不结婚，第2个结了婚不快乐，第3个就离婚的。对啊，我看到的就是安生，对，要不然就是结了婚离婚，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都不好。但是谢谢谢医师，有了他，我有不一样的人生，而且他完成了我一个梦。我刚刚是要讲说，我那时候刚进泌尿科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主任，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他就是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房间，他在开刀房里面在跟那个麻醉科医师讲，然后他不知道说我也在开刀房里面，我就站在他后面，然后因为他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不用上去当助手，我就在后面，然后他就在跟那个麻醉科说，你知道我们最近收了一个女生的住院医师啊，他就说这样子很麻烦，这样值班要怎么安排？他就最好不要怀孕啊，如果她怀孕的话，这样子他们人力要怎么办？我必须说。这个在过去很常见，这根本就是在我们医界的日常，真的。但是在现在是不可以的，现在是不可以的了，现在是不可以的。还好我们有很认真在执行性别平等，一定要。对，以前那样子的想法真的是不对的。不过我那个时候含着泪，我有点哽咽，我就在他耳边小小声跟他讲说，主任，我答应你，我不要在住院医师的时候怀孕，好不好？对啊，可是我讲完我就在外面哭嘞。对，但是我们大家都有姐妹，我们都有女儿。你如果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是面临这样子的压迫、这样子的限制，对啊，你能接受吗？是啊，对啊。所以我很高兴看到现在的改变，对，然后也谢谢有谢医师这样子的学长存在。他可以完成我就是像他讲的那个，我不敢在住院医师的时候怀孕，然后我到了我真的觉得我的身心灵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的专业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不用再那么的拼命了的时候，我可以生小孩了。结果我生不出来了。当然啦，人的年龄一定是1年大过1年嘛。那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女医师。我就知道他们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接近40岁的女医师，因为那个训练的长度就是这么长，强度就是这么强，对呀，你一定是这个年纪才能够生小孩的，对。那如果你在此之前你怀孕生小孩的话，你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压迫跟不公平。对了，反正就是会有一些，但是以我现在这个今年50几岁回头来看20几岁的我真的会要深深的为我过去的这些愚蠢的想法道歉。谢谢学长，你这样子坦然的讲出来，因为我相信不止您，我相信有很多人也许都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也许他们就这样让它过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后来我看到很多女医生，我跟你讲哈。其实不是只有你啊？怎样？我遇过牙科的啊，对呀。我遇过那个妇产科的，是啊。我遇过整形外科的，都有啦。对，都有。我各科的女医师来，还有女的法官，女的律师，是的，我也遇到不少。是的。那通常这些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地位。就是社会地位或者是经济地位，在我们认为比较高的这些高成就的女性里头啊，其实她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啊，你生育暂时被放到一边去，然后等到你想生的时候啊，哇，都已经。所以年纪真的是最现实的吗？对。对，那可是我们。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一个一般的患者，尤其是这些熟女们他们看过的人，遇到的事情都是比一般的人更多，所以你如果跟他讲什么的话，通常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医生在跟我推销，真的在推销，就好像
哦，我今天你是要买什么东西啊？你赶快买啊，不买的话你就错过啦。对。学长他其实那个时候给我最大最重要的建议，他是跟我说，你如果做了一个成功，你不要太开心。很多他看过，他说他在职场上看过太多人都是因为一个开开心心的做好，终于有孩子了，然后就等孩子大了，可能4、5岁比较轻松，想要再怀另外一个，那时候就为时已晚，太晚了。他就跟我说，我应该要再多做几次疗程，然后多有几个胚胎，这样子之后要再植入，就不用再经历过那一些。那个时候就是趁这个时候的年纪取的卵子也会比较有品质一点，所以他跟我讲这个，我就永远都记在心里面，然后我也都把他学长说什么我都照做。不是这个前提是我如果会跟他患者讲这种话的人，通常我就是知道说，他听得懂。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信任我，这种话我们才能讲啊。你还有讲一个，他付得起。对，还有一个是对他付得起，因为这个会花很多钱。每一个真的花很多钱。是这样啦，因为我们每次只要遇到那个女医师啊、律师啊、法官啊这些人啊，那我可能会先试探一下，他是不是能够听得懂，他是不是能够知道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在跟他讲这件事情。是的。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看到，就是其他的这些患者啦。其实我自己也有惨痛的经验。我只有一个女儿，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有2个的话，会更好。对。但是等我想到第2个的时候那个年纪已经。对，时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这是学长他给我他最多的那个启示，就是他就是有他这样的经验，然后跟我讲，我就永远都会记得学长的经验，然后我知道我应该要学长也先问我说，我预计计划里面期待有几个孩子，然后我也是跟学长讲说，我希望有2个以上，可是就2个就打住了。对。其实我们常看到的这个患者都是这样38岁、39岁来我们可能就努力了一下就顺利的怀了，生了第1个，然后等到他高高兴兴的42岁又跑回来说我觉得好棒我想要再怀一个。真的，可是42岁那个时候的卵子的品质真的跟38岁是有差别的差很多。那个时候如果说从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的话，你38岁跟42岁那个怀孕率大概打5折。天哪！对，那个时候你要取到的卵的品质、胚胎的品质都比现在还差。那所以我们后来我们总结就是说，我们看过我们很多的个案，那如果这个患者他有这样的需求，或者是他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说法的话，我们都会跟他说，你多取个2次3次，然后等到你有2、3个好的胚胎的时候，你再开始植。那这样子的话，才有机会生2个。否则的话，你等到你生完了都43岁了，对。学长那时候就是这样跟我说，对，然后我就永远都记得。所以我就我很幸运，我做了2次的疗程，然后但是2次就只有一颗健康的胚胎，然后他们就之后就成为我现在的2个孩子。老实说，你已经是非常我很幸运。那个时候我在等待我第2个 HCG， 就是测有没有怀孕的报告的时候，我很紧张。我当然希望我可以有2个孩子，可是我也是心里演练的说，如果我真的就只有1个，我也能够接受。那时候就很紧张。然后之后我跟先生进去学长的诊间，学长就跟我说：“好啦，恭喜有啊。”然后他接了一句，他就说：“我很怕，我其实很怕你的好运被用完，因为我算是很幸运的 case。”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心里头，我还是希望你再多取1次。希望你知道我在你这里之前，我就已经有努力过了。那一种等待，那一种疼痛，那一种，因为1颗胚胎放进去会成功的几率不是100%当然我知道不是70%啊，甚至更低。对，甚至更低。你想生2个，你只准备2个。
老实说，我心里头都觉得你们应该准备4个来子啊。可是我真的我算是很幸运的。对啊，后来因为我看你那样子大概也累了，然后我真的累了。然后我想说，好吧，先植1个好了。如果没怀，那时候我想你应该会改变主意了。对，结果很幸运。真的，一路就一直过关。我真的很幸运。然后我老二，我周岁的时候，我还带着我2个孩子一起回来找谢医师。对啊。对啊，那我每次看到你们，我就觉得啊，你真是很幸运。我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但是我每次看到像每次那些学弟妹啊，如果来找我们做试管的，有时候看到觉得，哎呀，你们就是好像看到10几年前的我这样子。真的哦。对。所以成功当然很为他们开心，可是如果是失败的案例的时候，想你自己是怎么想的？这很难哦。这很难。这很难。我们有时候也是都是希望患者成功啊。当然。但是失败的案例啊，我们会不断的去找啊，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我跟你讲在试管婴儿的世界里很多是没有原因的。对啊。我们可能这个方法找一找，那个地方找一找，如果能改的，当然一开始就要改好啊。可是大部分其实是找不到什么原因的。像你很幸运，你放2个就100%的成功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我知道，我真的不是我真的算是很幸运的 case。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分享的时候，我也是说我真的算是很幸运的，而且我也很珍惜这2个孩子的到来，我真的很珍惜。像现在我有一个学弟，他大概在疫情前吧，所以已经5年前了，6年前了。对。那时候他来找我啊，他就说，我就问他说，因为那个学弟他小我1届，他是一个泌尿科医师，大概在6、7年前来找我。那他的目标，泌尿科世界很小对。学弟，他是泌尿，不是，他不是泌尿科，对不起，说错了，他是麻醉科医师。算了，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是麻醉科医师。OK。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他说：“你想要生几个？”对。这个学弟很喜欢小孩。他跟我说他要生3个。好哦。不过他太太可能小他6、7岁了。OK。所以我都看一看，就觉得这个还有希望啊，这个不错。他太太卵巢功能也不错。OK。然后我跟他解释完我的想法，因为那个学弟只小我1届。对。然后也是长庚的医生，所以我当然就是我说前长庚的医生。OK。那我后来就跟他大概聊了一下以后我跟他把跟你讲的事情跟他解释了一遍以后这个学弟他还真信任我他不啰嗦，马上就是说，学长这样子好了，我直接先取3次。他认为他取1次呢，可以1次的机会可以生1个小孩。好，那我取3次，他太太卵巢功能很好好哦，他1次取卵可以取17、18颗。哇，那真的很厉害耶。对，而且他太太还不到40岁。好厉害！我1次的我已经40加，然后我那时候1次只有4颗卵子4颗卵子。好，继续。那他还不到40岁，他每次都取17、18颗，很厉害。然后他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取了3次卵，取了可能40、50颗卵，然后呢，他做了20几个胚胎。哇！好，现在故事来了。OK。他放了第1个胚胎，第1次他放了2个，成功生了第1个，生了第1个女儿。对。然后放了第2次，失败，第3次失败，第4次失败，第5次他都放到第5次的时候，他都开始在怀疑人生了。真的，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做到？对。然后到了第5次，他每一次都放2个胚胎，所以他放了5次，他等于是用了10个胚胎。真的，他很顺利的生了他第2个小孩。可是那也经历过了5次哎。对，那这5次里头前面有3次的失败，然后第5次这个儿子呢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生下来了。他用了10个胚胎，生了2个。天哪！那现在开始在为他的第3个在奋斗了。那他的太太已经45岁了。好辛苦哦。对。好辛苦哦。对，那如果说我们一开始没有保存的话，你觉得现在还有机会吗？完全没有了。对。可是你看，
我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我是女生，我觉得做所有不孕症的治疗，受苦、痛苦，所有的很纠结，好像都是女生在承受。真的，然后你在诊间你看，对，真的都是女生在承受90%以上真的都是女生，不要全部啦，但是真的大部分是。那你在诊间看男生不一样的未来的爸爸，你觉得你看过有什么特别的未来的爸爸的形态吗？或者是很会建议男生怎么做才可以？这个我可以跟你讲啦，每天日常里头看到哈，对，当这个你除非是他的精子的状况有问题，对，或者是摆明的就是他的问题，他根本没有精虫，对，或者是他的精虫的品质极度的差，是，除非是这种非常明显的，否则的话，一验精虫的浓度啦、数目啦、活动力啦、形态啊，什么都没什么问题的时候啊，通常他就一边凉快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对，看诊的时候在滑手机啊，什么？要不然就是提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啊。其实，对啊，或者是说他真的想忙些什么，可是还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做的，他只能在最后取卵的那一天提供好的精子简体给我们。那我提出我的观点好了，我觉得男生可以在诊间或者是在陪太太一起做不孕症这个疗程里面，他可以做什么？就是 treat her like a queen， 把她当做皇后来对待，因为她真的苦都是女生在受了。这个是我每次我都会跟先生讲。对，你会怎么讲？你会怎么讲？在这个过程中，对你的太太真的很辛苦，真的，你应该要好好的对待她。本来就是，这个我相信大部分的男生只要是思虑正常的男生，应该都会这样子做啊。不过真的是这样啦，真的很多苦都已经是女生在受了，男生可以做的就，能够做的多做一点，然后多一点体谅，多一点理解，然后如果太太有任何的情绪的话，真的要尽量接住她，因为真的在走这条路上，那种心理的压力真的是，还有金钱的压力，不管再多么的富有，我觉得都还是个压力在。然后真的能够做，就是尽量接住他，理解他，然后陪他一起，不是在旁边凉快，不是在旁边滑手机，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条路，因为都会是两个人一起的回忆。我跟我先生走过来的时候说啊，那个摩斯汉堡，我们之前在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我们等了4个小时，差点要去买桌游回来玩了呢。不过我每次看到你们啊，对，你们啊，还是其他的学弟妹啊，是，那我来看一下，哇，金童玉女，男才女貌，就觉得哎呀，如果你们有小孩，一定很可爱。我每次看到像你们这样子的，谢谢的人来找我的时候啊，我都觉得哎呀，他们如果有小孩，一定很可爱。我都会带回来给你看过啊。他们好活泼，好可怕哦。对，但是养小孩不是只有生出来而已啊，后面的教养啊，等等，那个等于是让我们的人生啊又重来一次。真的，其实真的，在我以前没有小孩以前，我也不知道是这样子的深刻啊。我觉得生育啊是一个选择，它不是一个一定要走的路，它是一个选择。我不是说每一个 couple， 不管是男男女女或者是男女，一定要经过的过程。可是它是一个人生的体验。但是我们既然生出来，我们就是对它有负责。我觉得之前的不孕的路会让我走得这么的崎岖，这么的辛苦，都是在考验我有多么想要这个孩子，这2个孩子。对，所以我觉得我有通过一次一次的考验，然后接下来我也会继续的努力去珍惜，然后好好的教养我这2个孩子。对啊，所以我们每次这一次啦，佩珊你来找我的时候啊，你那时候你说不知道要谈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最想讲的，对，你是想讲什么？其实像这样子就是条件很好，然后也生得起、养得起，然后男的帅，女的漂亮，看要怎么养啊？应该要多生几个，应该要多生几个。然后像我2个我就很困难了。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在可以的情况下应该要尽量多拿到好的胚胎。OK。然后可能事先先预留，不要等生了1个以后才想到要再留第2次的胚胎。
好，希望那如果我以35为界的话，你会对30到35岁或者35岁以前的女生什么建议？如果是35岁以前的话，你别以为35岁很年轻哦。我们必须说，34足岁就叫高龄产妇喽。在生育这条路上，真的不你好。那如果是35岁以上啊，等下35岁以前，你会叫他要来取卵放着吗？其实冻卵人生你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会，那你如果比方说你已经结婚了，那你其实就能生就当然赶快生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生，那你也赶快把胚胎给准备好。那以前呢，就是就把一堆胚胎冻在那里，然后一次一次的试误，这样植2次、植3次、植4次，总是会植到怀的。但是现在因为有胚胎切片，我们可以事先的知道说，这个胚胎你存的这10几个胚胎里到底有几个是好的。那一般来说啦，如果你是35岁左右的话，大概50% 左右是好的，所以其实一次没中2次也会中嘛。可是如果说你的那个是38岁、40岁以上的话，这个良率可能就只会慢慢的下降，不是慢慢的，很快的就会下降。到了40岁以后啊，可能就只剩下20%、30% 的良率而已。所以你除了赶快取卵拿到好的胚胎以外搭配这个胚胎切片，你可以知道说你手上到底有几张牌可以打。那当你的手上的累积够了以后，我们再开始植。好，那如果是年轻有生育的想法、有计划的话，就先取卵；然后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就先冻着。对。好，那如果35岁以后，你会因为我们做人工生殖又是到最激进的做法，因为中间还有 assisted 就 IVF 是 IVF， 然后还有就另外我们抓好时间，你们自己同房或者是人工受精。那一些你会建议 IUI， 你会建议先做吗？还是如果有想法试不没办法成功就直接？IUI 它其实比较像是一种测试，也是一种检查。如果说这个人他本来就会怀孕，他只是你希望快一点、有效率一点的话，那我们做 IUI 其实就是我抓好时间，然后呢把精子处理好，然后确定它的品质怎么样，然后直接把它放进去。它其实是比较像是一种测试，测试自然的情况下会不会怀。那如果2次、3次依然没有好消息的话，那我们就会再进到下一步，也就是 IVF。那可是因为这几年整个环境的改变，然后再加上补助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呢都会把 IUI 这个步骤呢更快的跳过去，可能做1次2次不行就赶快做，或者是直接跳过这个。但是也不能说不好啦，因为你38、39、40岁以后啊，有时候那个整个的生育能力下降的很快，所以你其实浪费时间，浪费个半年再做那个。这个可能还是要快一点会比较好。对，所以你如果说38、39、40这几年的话，应该是要尽快积极。但是如果是35岁的话，那你当然还可以照着教科书的步伐慢慢做。40+还有机会吗？有。OK， 那但是要心理准备。对，跟你37、38的时候比的话，绝对差很多。当然。那如果对男生好，有什么建议吗？皮绷紧一点。你除非是说真的有很明显的，比方说你真的精虫状况很糟，或者是根本就已经阻塞没有精虫，或者是根本精虫的制造有问题，否则的话，以目前来说，我们试管婴儿我们有很多的精力，就是在关于这个卵子评估，还有胚胎。然后胚胎的处理等等的，其实我们对于精子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所知有限。我们也许可以把它放得很大，然后仔细的去看那个精子的构造，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对精子做一个很好的评估。这个是我们未来科学界、医学界还要再努力的地方。
那对于就是男生的精子还有男生的阴囊的健康呢，睾丸的健康，我可以补充几样。好，就是男生的话不要坐太久，就是坐太久，然后让我们的睾丸它处于在一个高温的情况太久的话，不管是在工作的场所，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现在有可能都要骑摩托车要骑很久，开车要开很久的。那样子的话，那个品质会比较不好，然后也需要定期的去清腔，让射物线是健康的。然后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均衡，不可以太油腻。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就是你平常怎么在保养，大家所建议保养自己的身体，然后跟我们的精子健康也是有关系的。对，你说的这个是一般的情况。对啊，但是因为你刚刚我误会了，我以为你问我是试管婴儿，因为在试管婴儿的话，那可是一颗卵面对一只精虫，对，那只是单一精虫的话，对，老实说我们在显微镜底下能做的事情没有那么的多，没有那么的多，真的没有那么的多。对，好，不过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如果我们吃补品真的有效果吗？这个我也想问。愣住了。没有坏处，真的会有效吗？我自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被建议吃好多东西，我一天要吃14颗药丸。哪些药丸？各位，我跟你讲，你要吃 Q10，然后还要吃综合维他命，然后还有吃，我忘了我还有吃，还有吃 folic acid， 就叶酸 folic acid， 然后还有什么 biotin， 也有 DHEA， 而且都好贵，哦。可是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吃，不知道有加有波比的尴尬。这样讲，难怪有些医师还去投资这个，在卖这个的。因为我就不知道，我那时候什么事都做了耶，求神拜佛我都做了，然后什么放好运棉我也到处要，然后什么金铲子我也去求，然后去所有大家说有灵验的诸生娘娘，我什么都做了。这个如果你问我们科学的来看啊，因为毕竟你也是医生嘛，如果我们就从学术期刊啦，或者是这个科学研究来看的话 ，randomized study 来看的话，当然有的论文它会说有效，那有的论文它会说没效。这个有人做过研究，都有。OK， 这个东西它已经出现在这个领域20年以上了嘛。那全世界累积，欧洲、美国全世界累积的这个研究已经堆得跟山一样高了嘛。是，所以也有人家去测试 paranormal， 就是或者是 paramedical 的。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有效啊。OK， 对，如果有效的话，那我直接开给你就好了嘛，哪需要你去买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做这一些事情或吃这些东西，可以买到一个心安，所以它还是有值得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继续用啊？对，所以如果能够让心情比较安定的话，也许。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讲它没有效，就是我可以讲100%它没有坏处。对。好啊，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你把它当成像维他命一样，是的。某些人可能真的可以从这里头得到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患者，那有的人有吃，的确有人吃了以后，他真的就怀了，那也许他真的可以从这里得到好处。可是如果说是一般人的话，我们大概比较适合把它当成像维他命一样啊，你可能你可能身体刚好缺了这个，那你补充可以得到好处。可是如果你身体不缺这个的话，你怎么补都不会得到好处的。对，我有就是我访问过很多的医师，所有的医师对于保健品都是这样子的，它没有坏处，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医疗，它还是保健，它不是医疗，它没有治疗的方法，它不是治疗的效果。对，所以真的需要治疗的话，还是要遵循正规的治疗，这样子才是对自己身体最负责的做法哦哈。所以呢，那学长，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可以再跟我们分享的？除了叫我们要多做一点胚胎之外，还有该生小孩的时候就要赶快，不要一直拖到快50岁了才想要生小孩。那个时候几率真的很比较很辛苦了啦。那还有就是说啊，这个未来啊，大家对于这个女性在职场的这个真的怀孕啊、生产啊这些的包容性啊，应该要
进步了，不要再停留在30年前的那样。真的，我觉得这个 message 非常的重要哎，真的非常的重要。一个女生要怀孕真的是不简单，不管她是自然的方式，或者是有科学的帮助的方式，真的都是不简单的。而且那个怀孕的不舒服感是。有一些人他们可以 smooth sailing， 他们好像很简单，就像下蛋一样。可是有一些人不是这个样子，有些人是很辛苦的。如果可以，给怀孕妇女多一点包容，或者是有带小孩的妈妈，我相信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小孩就是造成大家的不方便的。所以多一点点的包容，我们社会会温暖一点点。对啊。对，那我今天自己的结语，我自己是有写稿子的，因为我怕我会有点哽咽，所以我还是有写稿子。我很高兴今天学长可以来陪我聊天，因为他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完成了我就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两个里程碑。所以学长真的是我非常非常非常的谢谢他，然后他今天来跟我录音，这样子我之后孩子大了，我就可以播这一段给他听哎。对，那在我不孕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也是医师，但是我也是病人。那在很多专业的理解，我有很多说不出我的害怕，所以我才去拜佛啊，才去吃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那我在我每一个疗程的背后，不止我看到整间每一个人都是在等待、在期待，也有在承受的心理。那身为医师，我学会要理解病人的焦虑，但是我自己也是病人，我也知道说我的医疗上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在这一条路上呢，从来就不是可以完全被控制的。那在这些不可被控制的因素里面，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温柔理解跟陪伴。所以如果你也在这一段旅程中，你要记得你的价值不会被一个报告、一个结果所定义，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选择。那我们今天秘密小声讲，谢谢谢昌志医师来陪我聊天。好，也谢谢佩珊医师。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能够让更多也想要跟佩珊一样幸运的人，勇敢的跨出第一步。谢谢学长，谢谢学长，也谢谢各位的聆听。我们秘密小声讲，我们就讲到这里喽，拜拜。